右承安请求王爷进了三法司，为此还献上了那本很精致稀有的解剖图谱，上面所绘竟然跟王爷五官很像。还未等我查清图谱来源，景义一直跟踪的南诏圣僧神官法师，突然在赵府暴毙而亡。赵府有所忌讳，联合众僧试图隐瞒此事，好在被我和景义识破。告别的离场，加一道生死的桥梁，聆听一场无声的宣讲，不伪装，过迷障，浮生虚妄，飘香总暗藏，将因果拆成行，企图跌宕。大人，出事了！安郡王在西市发现了神官法师的遗体。谁？神官法师？殉道者竟然是他！还有，法师遗体和连同的几个师傅都被安郡王带回了三法司。果然如孔雀所言，机会来了！我要进宫面见唐皇。是。王妃，可有看出什么？光凭眼睛看无法确认，还是得剖验才行。一个出家人，还不是大唐的出家人，有些麻烦了。哎，陈峰，你帮我看好遗体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动。出家人忌讳比较多，我去找小师傅们问问清楚。如果有什么忌讳是不影响检验的，还是避一避的好。您也信这些啊？卑职还以为您这里什么忌讳都没有呢。我是没有什么忌讳，但是检验这种事，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。他们的师傅刚刚故去，正是伤心难过的时候。如果遵守这些禁忌，能让他们好受一点，也以防丧主后续有什么异议吗？是。据诸位所述情形，本王心中确有疑义，所以想将圣僧遗体暂留三法司，详查此事。也罢，就依王爷所说的。归师不可，王爷正在里面问话。我就是要见他，现在不可以进去。让开！我让你让开！让开！现在不可以进去。让开！让开！让他进来。王爷，把佛门弟子押到这种地方来审问，怕是不妥吧？进入我大唐，佛门弟子亦受大唐律法归属，事关案件，只能如此。他们是南诏子民，此事又与神官法师有关，不先和南诏外使知会一声吗？现下你已经知道了。至于案情，有了定论，三法司自会有个交代。二王子觉得呢？
王爷三思，若是先查验再交涉，那高罗谦定会在陛下面前里里外外从上到下把三法司告上一个遍。王爷，你手里可否有神官法师是被害身亡的实质证据？暂时还未找到。正是因为神官法师是南诏圣僧，却在我大唐圆寂，我才必须要查到底，否则对南诏、对大唐都不好交代。那魏国赐是否已签署了检验尸体的相关文书？二王子，你现在是以南诏正史之身开口，还是我三法司的一员？既入我三法司，我便会将你当作三法司的一员看待。你也应当将自己视为三法司的一员。王爷，你要验尸？这是查案的正常流程。那怎么可以？听二王子说，需要我们允许检验才行，是吗？是。不过万万不行，不能这么做。是啊，这还只是他们。安郡王，大唐对佛法倍加推崇，南诏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若再这样下去，怕是真的会连累到你们。安郡王，我看你不是要查真相，而是要入我南诏佛门，岂有此理！师父此生戒律清净，不能在往生净土上破坏净体。王爷，我是让你查明真相，但也不能这样伤害师父法体吧？是啊，知道了。诸位师父先别急，法师的遗体现在仍然完好，无论佛门中有什么禁忌，只要不妨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，我们都可以商议一个合适的方法。但也请容我说一句，护神官法师遗体固然重要，但查清真相才能还法师清净啊。如果法师真是枉死，难道你们就不想将凶手绳之以法吗？王妃说的有道理，师父确实很机警。圣旨到！圣上口谕，传安郡王即刻进宫。臣领旨。武将，看好法师遗体，我回来之前，任何人不能碰。是。神官法师乃我南诏圣僧，广传佛法，普照南诏，如今却骤然圆寂。身为南诏副使，我必须要将遗体带回，查明真相，还南诏和法师一个公道。但是现在尸首却被三法司无端拦截，莫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原因？还请陛下做主。陛下，萧锦瑜，你将神官法师的遗体带去了三法司？是。事发突然，臣担忧法师之死另有隐情。另有隐情？安郡王可查出什么了？是有一些线索，但尚且不便公布。神官法师突然死于大唐，若是疾病倒也无妨，但若是奸人所害，那肯定是大唐之人。自己人审自己人案子，诚信何在？高副使别忘了，按大唐律法，境外使臣在我大唐没有调查之权。正是因为法师身份尊贵，三法司才谨慎对待。安郡王此举是贬圣僧真灵。按我南诏佛法的惯例，高僧圆寂后的49日内，灵魂尚未与肉体分离，需停尸17日乃至37日。若是乱动遗体，可能会让法师直堕三恶道，甚至不能转世轮回。三法司如何能保证法体不被轻慢呢？陛下，安郡王素有清明，又有安郡王妃的辅助，定能妥善保管法师遗体，步入南诏佛门清规。江大人不说，我还没想起来。大唐崇尚礼法，可三法司办案却离经叛道，甚至任用一个妇人当仵作。王爷这次不会又要背逆纲常，让王妃验尸吧？
高副使此言差矣。安郡王妃是陛下特旨入三法司，实乃我大唐头一号的仵作。此次安郡王妃亲验神官法师，这更能说明安郡王对此事的重视。恕在下直言，神官法师生前戒律清净，怎能任由女子任意摆布遗体？法师一世的清誉岂不被玷污？高大人谨言，楚楚随我屡破奇案，护卫大唐安宁，巾帼之才，容不得贵使言语轻慢。安郡王一句巾帼之才，就能堵住我南诏万民之口？圣僧的遗体绝不是用来证明王妃才能的工具。我想问安郡王，若是真出了岔子，民生怨怼，王妃能担责吗？行了，你二人所言都有道理。试射南诏高僧，半途中断，更会惹人非议。要查，但也要礼待高僧。萧锦瑜，你来亲自督办。对了，试射南诏习俗，此事不得让楚楚插手，明白吗？是。陛下，今日争辩很快会传遍朝野，若楚楚此时弊案，那日后岂非所有人都能以男女大防这种无稽的理由非议他？朕准许楚楚进入三法司任仵作，是爱惜他的才能，但若他的才能不足以抵消他为朝廷带来的麻烦，那就是他为人臣、为人父的失职。朕自然也不会让他再入三法司。臣明白了。你最好是真的明白，别亲手把楚楚推到风口浪尖之上，否则到时候第一个粉身碎骨的一定是他。王爷，王爷，皇上同意了吗？对啊，王爷，皇上怎么说？武将，传程儿过来验尸。王爷，程儿告假了，我有把握，一定最大程度的保护神官法师遗体的完整。让我来吧。他怎么能碰师傅呀？这不明摆着欺辱我南诏吗？对呀。程儿不在就传别的仵作。快去。是。王爷，你先忙手上别的公务，莫要再多说了。在三法司还是听本王吩咐行事。我们一起破了那么多的案子，我觉得我还挺厉害的吧。可他们还是觉得我没能力，觉得御赐仵作的头衔给的是安郡王妃，不是楚楚。楚楚听令。王爷，想想怎么夸我和冷月吧。夫人请。赵府那边什么情况？怎么说呢？荒谬中带着一点点的合理，合理中又透着一丝丝的可疑。这赵夫人一开始还顾左右而言他，被我和冷月忽悠了几句，直接就招了。神官法师的确是在赵府做法师的时候死的，
其他暂无发现，除了这盆花。这花有什么问题？我也说不上来，总觉得这花开得太茂盛了，不像是正常的花。交给政务房查验查验。不对呀，王爷，平日里我这么多废话，你不得训我一句，瞪我一眼的？今日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你要闲的话，再给你派点别的活。不行，哎，我忙死了，我这就去找人看花。哎，小月，王爷，你怎么了？不会是和楚楚闹别扭了吧？楚楚，你找我？有件事，我想请你帮忙。跟我不用客气，直说就行。我想请你帮我，给神官法师验尸，代表三法司。我帮你，给神官法师验尸，代表三法司。可是我都没有泡验过一具真正的尸体啊。我会在一旁全程指导你每一步该怎么做。我见过你练手的，只要我说的尽可能详细，你能做到的。我这刚拜你为师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你跟哥哥关系这么好，我当然相信你啊。而且，你是南诏的二王子，你要验尸，他们总没有那么多意见了吧？真没见过这么实在的人。行，我答应你，我做你的手。谢谢你。你说的对，佛度众生。我做验死验伤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，也是在度众生。我去准备一下。楚楚，我并不是不相信，只是……我明白，事关重大，你也是想保护我，但我也是三法司的一员啊。正因为你是三法司的一员，你只需要对我交办的事情负责。我是你们的上官，自然应该由我来承担所有针对三法司的非议和罪责。你如何说，我如何做便是了。开始吧。好，先检查死者体表。死者体表没有明显的外伤，用阴阳杵擦拭验看口鼻。口鼻处很干净，没有饮食的痕迹，但是面色唯有乌青，唇色发紫。这是突发心急的显著特征啊。按照他的弟子口供中所写，
死者生前没有任何疾病。右承安，准备剖验吧。好。你还真不能让朕片刻安心。臣只是认为，由三法司和南诏使团代表共同剖验尸体，能缓解神官法师一事给双方带来的影响。人选呢？高罗谦对你心怀芥蒂，若挑了他的人，肯定会给你一捅大娄子的。臣举荐右承安，他是南诏正使，官阶上压得住高罗谦，不会受高罗谦左右。现在又依赖三法司的庇护，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就依你所言吧。谢陛下，臣告退。锦瑜，风雨如晦，别让朕失望。可以开始了吗？来吧。先将死者咽喉划开。划开咽喉？怎么，有什么不妥吗？也没什么。如果从左侧肋间下刀，就可以直接从心脏插咽，可以尽量避免圣僧仪容受损。这也符合南诏佛教礼法。背部发干，背后有死后血坠形成的明显血斑，心路淤塞，有明显的肿胀。这一切都符合因心疾而死亡的特征。没有疾病，突发心悸，那最有可能的就是酗酒、暴饮暴食，或是长期疲劳、紧张等不良习惯引起的。可是四僧的生活都有一套很严格的规矩啊。还有一种可能。南诏夏季天气炎热，僧人有冷水淋身的习惯。如今暑气正盛，忽冷忽热，再加上神官法师刚到异地，水土不服，每天都要做多场法事，殚精竭虑，诱发心疾是很有可能的。明明不是什么刑案，我如果能多想一想，也许就不用剖验。也不会在法师身上留一道疤痕了。你是仵作，又不是神仙，怎么能未卜先知呢？那这个结果，王爷怎么向高罗谦交代啊？还把你牵扯进来了。王妃，阿王子，圣上传令，神官法师的遗体由三法司和南诏共同查验，南诏由二王子来代表，双方共同出具一份都没有异议的查验证书。有了陛下的旨意，算是过了条明路，高罗谦他们也不会再挤兑你了。你果真厉害，未卜先知啊！他已经在这里为神官法师诵经3个时辰了。这也是个孤儿，从小被神官法师抚养大。对他来说，神官法师既是他师父，也是他父亲。静远小师傅，剖验已经完成，你们很快就能带神官法师回去了。现在下这么大的雨，你先回寺庙吧。万一病了，神官法师也会难过的。王妃，用这个。随他吧，这是佛家的说法。高僧圆寂后，要为其诵经49日，才能助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吴江，以后每日3餐给他送些斋饭来。是。
唯一的亲人离世，还要被剖验，静元他一定难过死了。他们佛门中人会在意男女大防之事，所以对你会有所芥蒂，请你不要介怀。你放心，我会努力的把神官法师的遗体封好。卷宗，我也跟你们一同呈上，这样多少能让高楼谦收敛几分，也让王爷少点责难。多谢。谢早了，还有一个东西，差点忘了给你。这幅图谱，真的是南诏王送你的？对啊。可这些人体的特征，就算是经验再丰富的仵作，都很难记得如此详细，更别说把它巨细无遗的给画下来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不是不对，是画的太对了。人死后，皮肤、头发、脏腑、肌肉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巨大的变化。虽然说低温和干燥可以延缓变化的速度，但是不出2日，脏腑便会腐烂过半。怎么可能如此细致的复刻下来？那除非他剖院的不是死人，但是或许恰好剖验了一个刚咽气的人。我父王将他交予我时，并没有提及这么多。你也知道，作为仵作，我只是懂些皮毛。若非你问起，我都不知道这份图谱竟如此的贵重。我已经觉得自己进步了许多了，却总是发现人外有人。就这么一幅图谱，都令我望尘莫及了。可是你已经是我见过这天底下最厉害的仵作之一了。先前我还一直好奇，你这么年轻，又是进了三法司之后才当了仵作。当初安郡王力排众议，把你招入三法司任职，想必也是被你的努力和天赋感动了吧？那可不是，三法司招仵作是需要有足够能力的人才能承担起这份差事的。我有多么想当仵作，或者说我为此付出多少努力，这与我能不能胜任这份差事没有关系的。王爷他庇护我，是因为我在他手下当差，那任何一个在他手下当差的人，他都会庇护的。所以，王爷如果有麻烦了，那任何一个在他手下当差的人，都会为他奋不顾身。我也一样。你要干嘛？楚楚，关于我仵作经验的由来，我对你们有所隐瞒。这是……看伤疤的走向和施力方式，像是鞭子之类造成的。可寻常的鞭子也不会造成这么宽的伤疤呀。你养过猫吗？猫，我以前在黔州的时候养过的。那你应该知道，猫舌上有着密密麻麻的倒刺，那鞭子就如同猫舌一样，被鞭打过的地方就会被生生的带下一块血肉。那鞭子在戳到我身上之前，会在草药汤里浸泡，为了防止皮肉溃烂，当然也会更让人吐沫欲伤。我先前没有对你们说出事情，我仵作经验的由来，都是我的切身体会。切身体会？我从小在边境猎场长大，吃不上饭了，就得跟军队的猎犬抢食的，被值守的士兵发现了，免不了一顿毒打。就这样，
我就这么在兽群里活了下来。就偷吃，就偷吃，就偷吃！这简直是禽兽不如！安郡王妃这么威武，这个不常见啊。那你当了二王子之后，他们是不是都吓死了？我那二王子有名无实吧？王妃，舅爷出门前特意给您做了家乡菜，还温了驱寒的姜汤呢。王爷呢？王爷传信回府，让奴婢来接您回去。这么晚了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哥给你带了好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莲子啊！你这从哪儿买的？这出了西市往东走啊，有一个池塘，哥现给你摘的，
也不知道这长安的莲子和黔州比哪一个更好吃。好吃。就知道你喜欢，打小就爱这个。哎，丫头，你这么晚了不睡觉，在这儿站着干嘛？我晚上吃多了，想消消食。王爷呢？他要办公，歇在三法司了。你跟他吵架了？近几日发生的事情，哥可听说了。这萧景月，在外人面前下你的面子，还冷着你夜不归宿。咱家再不富贵，哥也不能让你受这委屈。王爷这么做，是不想让我遭受无谓的流言蜚语和压力罢了。王爷这些年为了推行律法新政，得罪了不少人，眼下又因为神官法师的事情在南诏使臣发难，他是不想我牵扯其中，才想着让我离神官法师的案子远一点。其实他的心意我都懂，就是有点委屈。我气他不够信我，又有点懊恼，是不是我再厉害一点，就能帮王爷多分担几分了？你都想得这么明白了，干嘛不找他说清楚啊？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没错，问题总得自己发现吧。重点是后半句吧。